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保险就是资本家设计的一场骗局吗？我一直都不谈论这个话题啊。很多的保险公司都有找我合作业配，但我都一一拒绝了，因为我要制作今天这部影片。首先，你得得知保险公司的商业模式。保险公司是全世界融资成本最低的公司啊。什么叫做融资成本呢？这就跟获客成本是差不多的概念，就是如果我想要一个新的客户去认识我的产品，我要付出多少钱？比如说，你可能要去给一些赠品啊，可能要去打广告啊，这就叫做付费推广。你今天想要让一个新的用户进来，可能你要先给50块美金，而且这新的用户进来了你的店，但也不见得会付款，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创业很困难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创业就需要有启动资金去搞这些有的没的付费的推广。你先得付一笔钱，而这个客户买不买，我能不能从这个顾客上赚到钱，它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融资成本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先花一部分的钱，然后才可以拿到这个钱。就是我为了拿到100万，我要先付出20万的成本，而那80万才是我真正拿到手的钱，这就叫做融资的成本。又比如说，今天有人想要投资我的公司，他要拿1个亿投我，那我就要给他我公司的股份。那这个股份就是融资的成本，因为要等价交换嘛。而保险公司在这个获得资金的成本上几乎是零，甚至还是负的。也就是说，他获得一笔钱还能够赚钱，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人认为啊，保险公司就是资本家空手套白狼的游戏。巴菲特的投资为什么这么赚钱啊？首先是因为他的眼光很准，非常的有头脑，但重点是他的本金非常的庞大。而且这资金的来源是非常低成本的，因为他的旗下有一家保险公司叫做珀克希尔哈撒韦，这就给巴菲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非常低成本的资金。所以哪怕你每年的投资回报率有1倍，而巴菲特只有20%，但巴菲特可以赚到几十个亿美金，而你只能赚几千，就是因为他的本金大，他获取本金的成本非常低啊，所以他的利润空间就很大了。然后还有很多人都非常的讨厌保险的业务员，比如说他们给你推荐一款医疗的保险，他们就会告诉你发生风险之后会有多惨，你可能要卖房卖地，你家从此就可能没有收入的支出，然后你就觉得很反感。你反感的原因呢，是因为你觉得他们只是为了让你购买他们的产品，所以他们才会吓你。你都过去这么久了，从来也没有得过什么病啊。而且这保险的钱呢，就好像负债一样，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年都要交出去。但这些钱你交了，如果不发生意外，这个钱你就觉得是白花了。而最重要的是，就算发生了意外，但也未必能够获得赔款。那么如果你有以上的思维呢，你其实挺聪明的，但同时你已经不知不觉的被网络或者某些人去带风向，导致了你被洗脑了，认为保险就是骗局，甚至认为这是传销，甚至开始仇富，甚至讨厌资本家，就是有这种对商业的偏激思维。但存在即合理啊，如果是骗局，为什么保险公司可以存在至今呢？你去报警啊，为什么很多人只喜欢看到负面的新闻呢？今天网上有人带风向说，今天发生了意外，他有购买保险，但是他保险里面不包括这一款的意外，所以不能够赔偿。然后很多人的逻辑就理解成买了保险发生意外得不到赔偿是骗局，然后就跟风一起去骂保险公司。而你有没有想过，不能够获得赔款是特例还是常例呢？是这个人本身有问题，还是保险公司有问题呢？大部分的人买了保险发生了意外，能不能获得赔偿呢？我告诉你一个真相啊，保险公司其实就有点像一个赌场，它不怕赔钱给你的，因为根据大数的法则以及配合很多精算师的设计，当融回来的资金足够大的时候，你去看保险公司的财报，看他们的现金流，它是不怕赔偿的。再加上保险公司还会拿融资回来的钱去做不同程度的投资，刚才也说了，这些赚回来的钱才是他们最大的利润。然后你去看他们主要的业务嘛，也就是融资嘛，融资的话声誉是最重要的。难道他们会因为区了几百万保单，然后就故意不赔偿吗？这里面的细节是什么呢？没有人会在意，大家都想要去找一个理由去批判这些有钱的资本家。当然，很有可能是保险的业务员有出现不道德的行为，所以我们更要去学习，而不是避开保险这个话题。我今天没有任何的立场，我也不是保险的业务员，也没有收任何公司的钱，
我只会从一个商人的角度去告诉大家，我是如何利用保险的杠杆去布局，去保护我的资产，让我的财富可以传承下去。这部影片绝对是吃力不讨好的，因为我不但会得罪一些讨厌保险的人，我甚至会得罪一些保险公司和业务员，因为我会直接公开什么保险对我有用，还有什么保险对我没用。我只是希望可以传播正能量，希望支持我的兄弟姐妹一定要为我点赞撑腰啊！而我还需要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真的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了，你一定要跟我连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你绝对不要想着从保险公司那边赚到钱。很多人就会说，扫地僧，对啊，买了保险发生了意外，的确大部分的情况都能够赔偿。可如果我没有发生意外呢？我这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我不就是送钱给保险公司了吗？这还不是骗人吗？我告诉你，买保险就是一种对赌，赌赢了发生意外了，你能拿到钱；赌输了你没有发生意外，你赔了钱，但你能够拿到安全了。也就是我们做生意或者是做投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对冲。今天我开航空公司，我最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之前的影片也提过，就是石油的价格因为俄乌的战争而提升了。这时候我们就要买入期货，期货的意思就是一张合约去固定石油的价格。你这样去理解，今天石油的价格是10块，我跟一些机构去买了一张期货，固定了10块的价格，以后就算石油涨到了30块，我还是可以用10块去跟这些机构去买石油，也就是之后的涨幅与我无关了。当然你去购买这张合约，你要付一笔钱，比如说1000万美金好了。那如果石油的价格掉到10块以下，比如说5块好了，然后你不去执行这个合约，你就只需要亏掉你购买这张期货的钱，也就是1000万美金，然后我们只需要按照市场的价格，也就是5块去购买这些石油就好了。大家能听懂吗？就是这1000万无论如何我都要付了，但我就能买一个保障，也就是我最多只需要付10块就可以获得石油，这样我们做航空的生意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因为石油上涨所导致我们成本增加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因为疫情很少人去旅游，我的收入已经降低了，现在俄乌的战争更把石油的成本大大的提升，如果我不能控制我的成本，我不就要倒闭了吗？对啊，我需要花额外的钱，也就是1000万去购买这张期货合约，但这可以保障我的公司长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几千年的稳定啊。这也是为什么对冲这个概念这么重要的原因。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能够生存下来的人，他们不但是因为布局了正确的资产，更重要的，你比如说你买了股票，你知道金融危机已经准备要来了，但你来不及套现，因为你之前被套牢了一段时间，那你就可以选择去购买期权或者期货去对冲嘛。一个真正的投资人和生意人永远不能够只看好，还需要在出现危险的时候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这样还可以活得久一点。你今天赚了1个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如果你不懂得保护自己，你明天就有可能亏掉。很多人认为期货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工具，其实又是不知道被什么样的信息洗脑了。期货本身的设计就是为了让我们对冲的，不是让我们赚钱的，只不过我们知道怎么投机的方法，所以我们能够赚到钱。而你不懂，你就去投机，然后亏钱了，就去怪期货这样的金融工具，就说期货是骗人的。社会上就充满了这样的负能量，人永远都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当你追随我一段时间，当你知道一个思维，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当你能清晰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其实已经瞬间的开悟觉醒了。我敢肯定你不会穷的，因为你就跟社会上大部分负能量的人不同。而保险的概念就是跟期货一样，就是把未来的风险和损失转移给保险公司去承担，让他们赔偿给你。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理性和科学的化解措施。不要想着买保险去赚钱，我们赚钱有很多的途径，比如说你可以跟我学习。很多人创业赚钱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把产品卖出去，他们可能等产品做出来才开始去卖，这个过程呢已经烧了他们一大笔钱了，之后又要拿一部分的钱去做产品的宣传，然后有的人又是副业的去创业，又要去顾家庭，完全没有时间，以至于这个世界的创业失败率这么高啊。很多人也无法摆脱贫穷的轮回，每天起早贪黑的，敢死却不敢病，其实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创业的规律。为什么我做大部分的项目都能够成功？为什么我们企业家好像开了挂一样？
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很多项目，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了赚钱的规律。如果你信任我在创业的专业，你可以在这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的报名我2022年最新的创业指导课。免费的门槛就是不能重播以及有人数的限制。好了，那么如果你不想或者说不能去承担这些发生意外的风险，因为你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都靠你的时候，你如果病倒了、出差发生意外了，这一家老小的怎么交代啊？今天你是钢琴家，当你的手发生了意外了，你不能够弹琴了。当你这么多年只知道弹琴，你没有其他的技能了，那你不就废了吗？你担不起这个风险，所以你就可以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啊。这个世界真理，变化才是永恒的，每一秒都在变，而每个人都是凡胎肉身，你又不是神仙，对吧？这个世界大部分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的。今天他没有发生意外，他没有获得赔偿，然后就说保险公司是骗钱的，他就是坏人。那如果他发生了意外，获得了赔偿，他就不说话了。就好像你跟这种人去打麻将，他输了就说不算，或者说不玩了，但他赢了，你说不玩了，他就要揍你或者跟你翻脸。其实这就是人性啊，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你必须要突破其他人不能够突破的这点人性，你才有机会成为一个富人。那么以上我讲的这些话呢，如果你是保险的业务员，请你也要学会，你要走这种正道，你要去跟你的顾客去合作，而不是去忽悠你的顾客。这个世界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对保险有偏见，跟很多保险业务员的道德问题也脱不了关系，但其实我觉得也跟他们无关。这世界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想要混得好一点，你永远都不要去怪别人。你投机输钱了，你不要去怪期货这个工具，这个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为什么有人投机期货赚钱？为什么有人买对保险？这世界这么多人，为什么你每次恋爱都遇上了渣男？为什么你会有所谓的渣男体质？其实也是你自己的问题，你的能量吸引到相同频率的人，或者是你对选男人的认知不够。我这样说不是怪你，而是真心的想让你进步，用心良苦啊。而含金量最高的地方来了，因为我接下来会直接公开我自己选择保险的策略。还是那句话，我跟保险公司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我甚至会去踩某些保险的产品，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我真的不想干。有多少人会恨死我啊？得罪多少的潜在合作伙伴啊？因为他们的强项，他们最大的佣金来源可能就是那些被我踩的产品。我制作这部影片的成本有多高啊？我的团队都骂我了，但我现在35万订阅，我不能因为我火了我就忘记了我的初心，我还是得对支持我的兄弟姐妹负责。好了，富爸爸告诉我们，财商的最高境界不是赚钱，而是保护你的钱。真正的富人不是富几个月几年，而是富几千年的。所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富不过3代。其实在当今这个有保险的社会已经不太可能了，富人只会越来越富。先说一下我自己觉得还是蛮重要的3种保险。第一个叫做意外险，因为很便宜，每年好像也就几十块，100多块美金，不贵，但杠杆大，能够保很多钱。就是如果你发生意外什么的，跌了、撞了、残疾了等等之类的，都是能够赔的，因为这个成本不高，但是一旦发生意外，他赔的钱却很多啊。就好像我们免费创业指导课，你只需要投入你的时间成本去学，但是一旦里面的内容有一点点触动到你，你将会瞬间的飞龙在天啊！我告诉你，开悟觉醒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只是很多的东西你没有接触过，或者说你对创业这件事有偏见，你不愿意跳出这个舒适圈，所以你就一直看不到未来。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对你自己负责任，甚至对你的家庭负责任，你一定要报名我免费创业指导课。好了，第二个叫做医疗险，不是你有了健保就不买的，太多人还有这个误区，我都可以报销啊。各位，只报健保范围之内的药啊，很多进口药或者是手术，健保是不给付的。这进口药跟本地的药还是有些区别的，不是说外国的月亮比较美，而是说人家可能用到第5代了，而有些地方呢可能只是用第2代，所以你要作为一个补充。而且医疗险相对来说也不贵，一年也就几百块美金吧。当然这种医疗险也是有分的，有一种是免赔额的，很多人说买了保险但得不到赔偿，就是因为买了这种。比如说他这次生病了，住院花了800美金是不能报销的，因为免赔额可能是1000美金，所以他就要花到1000美金以上才能够报销。那听起来不就是骗人吗？不是的，
这种保险一般来说就是比较便宜的，而且市面上很多都不设赔偿的上限的，就是只要你的花费超过免赔额的钱，然后你符合了保单的条款，那保险公司就会全数的赔偿。很多人看见两个关键词，就是便宜和全数的赔偿，然后就去买了，最后得不到赔偿就去怪保险公司。当然业务员也有可能去隐瞒，但一般都不会，因为如果他们想要赚你钱的话，他们是不会推这种保险的。刚才也说了，这种有免赔额的医疗险一般都比较便宜，人家保险公司设计这款产品主要是保大病的，也就是比较适合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就是$1000以下他可以自己付，他不需要对冲这种小病的风险，因为他承担得起嘛。而他承担不起的就是得了大病以后的风险，所以他们就会买这种。但如果你大病和小病的风险都不能够承担，或你真的体弱多病，常常容易得小病的，你可能就要多买一份没有免赔额的保险。那这种没有免赔额的就比较贵了，而且基本上都有赔偿的上限的，也就是赔小病赔不了大病。所以有些人买了这种又会骂人了，说他得了大病，可保险公司最多只赔偿他几万美金，但隔壁床的老王可以全赔啊，然后自己的保费还比老王贵，就是因为人家买的是有免赔额的，是保大病的，而他买的是没有免赔额的，是保小病的，就是这个道理。你花钱之前呢，是不是要自己搞清楚你买的是什么呢？然后一旦不合你的心意，你就去骂人家保险公司，这样不文明吧？当然这也是人性，我也不想要教育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也不会听我的。我只希望支持我的兄弟姐妹不要被这种负能量影响。人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什么人是无理取闹，你可以从他们的文字、他们讲话水平判断出来。这世界从来都是同情弱者，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我们想要成为强者，我们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学习强者的思维，与强者结伴。至于那些弱者的讲话，我自己从来都不会看的，因为我怕被这些信息洗脑。大家听懂了吗？那第三个就是重疾险，这种保险是3个里面最贵的，也是保险业务员提成比例最高的，所以也出现了很多业务员的道德问题。我刚出来创业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朋友刚做业务员，当时我什么都不懂嘛，然后他就推荐了我这一款产品。那产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推荐给我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那个朋友了。我当时买的还是有那种储蓄功能的，那他就是赚了我一次性的钱就跑了。后来听其他朋友说，我的这个朋友他本来也没有打算干，只是毕业去找了这样一份保险的工作，开单也不理想，所以他就赚了我一大笔佣金就跑了。虽然按道理说我的保单会转移给他同公司其他的业务员去跟进，表面上是没有影响的，但你想，那些同公司的业务员他是没有佣金的，而且是他公司随意委派给你的，你不认识的，难道他们会做义工去帮你跟进吗？这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业务员他肯定会向你推荐其他的产品，可你不知道他的人品啊，他可能跟我那个朋友一样，买了你就见不到他的人了。而第二种情况呢，你不跟他买，然后当你出事了以后，你去找他帮你处理赔偿，他可能就会拖着你，没有效率，甚至不理你。你要知道，你买这种重疾险，你不但要给比较贵的保费，当你需要赔偿的时候，代表你身体的情况已经很不好了，这时候那个业务员还怠慢你，那么你不就是花钱买难受吗？所以后来我的选择是直接换了公司，那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我就当是经验。这智商税肯定要交的，你不交你就不会长教训，也不知道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其实交男女朋友也一样，没有对错，记着所有的错都是来成就对的你。所以后来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学姐帮我，首先她做了很长的时间，她已经认定了保险是她终身的事业。第二就是我自己在创业的圈子也混了一段时间了，我看的能力也不错了，她对我就没有用太多的销售技巧，可能这就是至高无上的销售技巧吧。然后他就很详细的跟我讲产品，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我遇见过，就算那些做了保险很多年的业务员，他们也未必真正的了解他们的产品，还有顾客适合哪些产品，他们只是单纯的拥有人脉，也就是社交手段好而已。那当然他们可能也非常的负责任，我只是说他们未必能够了解他们公司的产品。买保险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得到赔偿，要做到这一点呢，你就要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什么样的产品适合你，你的业务员办事的效率高不高，有没有责任心，最重要的是他熟不熟悉他的行业，他的产品，以及整个赔偿的手续。
他能不能告诉你赔偿的成功率有多大，他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以及数据。这些东西呢看起来很普通，但我敢说10个买保险的可能真的最多找到1-2个人能把这些东西处理清楚。因为很多人买保险，包括前期的我自己，都是因为跟朋友的关系、人情，所以才买的。那你要知道，保险也是属于金融产品，稍有不慎，大家进去前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我们能够赚回来嘛。最大的问题就是朋友也没了，然后出意外的时候，本来已经很烦心了，还要得不到最好的服务，那这我就扯远了。终极的保险之所以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是家庭的支柱。我自己也有利用杠杆去购买资产，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房子。虽然大家都知道肯定不会发生什么这种大的问题，但保险就是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嘛。我买的是一个安心，最起码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需要动我的资产，主要是不让家人有任何的担心，他们也养不起我，对吧？所以这种重疾险呢，我觉得家庭的经济支柱都是需要买的。当然如果我再有钱一点，我也不买了，比如说像巴菲特，我就直接买下保险公司而不是保险单了。所以听到这里，大家想明白一个问题了吗？富人还是穷人更需要保险？答案很简单，越穷的人越需要保险。因为富人就算不买，他们至少还可以卖房、卖股票，最多就是一无所有罢了，他们还可以东山再起。但穷人就不一样了，很可悲，你不买，当你出事了，你就只能等死。所以越富的人都是购买资产，保险足够就可以了，不需要买太多。那有什么保险我不建议看我频道的观众去买呢？我甚至认为这种保险就是一个坑，就是那种理财保险，除非那种可以避税的理财保险，否则我认为这种东西呢有点违反保险的原则。保险的原则就是当你拥有危机情况的时候，它可以保障你嘛。那么这种什么年金险啊，什么储蓄的保险啊，什么帮小孩的教育基金啊，结婚基金啊，就是让你先存钱，然后一定时间再过来取。比如说你现在18岁，然后保险公司就告诉你，每年存了1万块美金，只需要你存个5年，之后你就不需要再存钱了，你就给他5万美金。等到你60岁之后呢，你可能就可以一次性的取回来100万美金，或者你可以选择每个月收2000块美金，这样就够你养老费了。你听起来很棒，对不对？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能够赚到50万美金。然后他还说你可以选择等你老了之后呢，每个月给你一直分钱，分到你死为止。如果你越长命，这就越划算，是不是很棒呢？拿5万块去换退休以后的50万，还是美金啊？这里面有没有陷阱呢？基本上你到了60岁，应该真的也可以拿到50万美金。我还没有到60岁，我不知道，我只是听回来，应该也不会不赔给你的。那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说的吗？保险就是转移风险，你千万别指望靠这赚钱。你买保险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的，但是专门做理财产品的业务员都会告诉你，这个可以赚钱，他会跟你算一笔账，将来你能赚到多少，拿数字来吸引你。但我执着的一点就是，保险公司的唯一目的是什么？是保障啊！你不能够找踢足球的美斯去教你弹琴吧？你想在保险公司来赚他的钱，你不是痴心妄想吗？先说一下，当你真的需要钱的时候，你买了这些理财产品，你要把钱取回来，你需要亏钱的。比如刚才说你投了5万美金进去，你想要中途的退出，你不想等到60岁，你只是想在6年以后把钱取回来，那么结果就是你可能只能取回来2万美金啊。你想要无损的取出5万美金呢，你可能就要等个10多年。你想一下，10多年后的5万美金能够做什么呢？如果你思考不出来答案，你就去想一下10多年前的5万美金和现在的5万美金有什么区别吗？10多年前的5万美金都能够首付买大房子了，而如今呢，买保险就是救急的，这不是赚钱的工具啊。很多人说这些理财的产品可以保障将来退休生活，这也是一种保险的保障啊，真的是这样吗？当你几十年后，你认为这50万美金能够帮助到你吗？你要知道沧海桑田啊，这30-40年当中物价涨得多高啊！我们就看10年前，物价都涨了10多倍啊！你以为通胀就是4%，甚至美国的7%，然后这些理财产品能够给你抗通胀的回报率，那你会发现现实的通胀可能就是10%到20%啊！如果真的能够抗通胀，就不会那么多人买不起房子了。
现在你可能会觉得50万美金可以让你衣食无忧，但到了你60岁，可能就需要600万甚至1000万了。对相对聪慧、有智慧、有定力的人来讲，也就是长期 follow 我频道的人，就应该让我们的金钱去发挥更大的价值，去投资其他的东西，甚至创业。其实创业也不需要太多的金钱的。马云说，创业从来都是缺这个缺那个的。你有钱还创什么业？你有钱应该去投资，对吧？创业是适合我们这种白手起家的人。很多人觉得我说话有道理，但不现实，因为他们理解的创业就是要先租一个办公室，然后就请很多的人，然后搞了一大轮，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创业想法，最多就是开一家实体的餐厅。那么这类人已经跟这个时代脱轨了。我们创业就是利用好我们的资源，而我敢保证，你我都拥有的资源就是手机、电脑还有耳机，这些东西看起来很普通，但如果加上一个互联网的元素，这些东西就会成为我们创业的工具。如今这时代，有无数的人透过自媒体实现了逆天改命。我不是，我自己是从一个商人过渡到 YouTuber 的，我1年多就拥有了30多万的订阅，我甚至不露脸，也能够让大家去感受我的能量和人格的魅力。那么这些都是有系统的，是有公式的，创业是科学的，是可以套用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只要你能够融会贯通。如果你想不到做什么，不知道怎么选题，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兴趣，也不懂剪辑，也不懂写文案，以及你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创业、营销、管理等等的东西，你只有一腔的热血决心，你一定要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因为我会在里面永久的手把手的把我创业的道与术以及整套系统完全传授给你。就算你跟以前的我一样一无所有，但你愿意给自己一个尝试创业的机会，愿意相信我创业的专业，以及看好 YouTube 这个平台长远的发展，我认为目前这个就是适合每一个人的创业机会。因为目前 YouTube 赚钱最多的，赚几个亿美金的，就是那些几岁的小朋友，而他们只是把玩玩具的影片上传到 YouTube 而已。那么如果你只是想要达到他们收入的1/100呢？你可以选择利用我们前期唯一的优惠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除此以外，我还会送你现在加入的同学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你不但可以听到我们团队拆解100本书去提升自己，我还会在里面不定期的去讲一些课程，包括地黄素、销售等等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富人精英群，大家会在里面交流赚钱的第一手资讯，互相认识和抱团。那么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上加入我们的大家庭。那这个理财保险其实也不是不能买，任何事情呢都没有绝对，它能够存在必然是有它的道理的。刚才也说了，有些地方可以避税，或者如果你承认自己没有什么智慧，你也不会订阅我跟我去学习，那么你也没有什么投资的标的，也没有什么创业的想法，你赚到的钱就放银行等着它去贬值的话，那么对你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可以不用动脑子嘛。据我所知，还有一些人也适合买这样的保险，就是一些伟大的企业家，就是他们有可以预见将来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公司可能因为一个决策的失误，因为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导致他们的公司可能会有破产的危险，然后可能就要变卖一些个人的资产。这时候呢，那些能够预见未来的伟大企业家就会提前做好规避，把资产合理的配置到这些理财产品。那我必须要提醒大家，这个前提就是你不能够恶意的转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知道公司已经发生了事情之后呢，你再选择把你的部分的钱通过购买保险的形式进行转移的话，那个就叫做恶意的转移，这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的效力的，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所以说了这么多，我平时都不总结了，但这次我还是总结一下。意外险和医疗险是我认为人手必备的，而终极险就要给家里面的顶梁柱配齐，然后理财分红险还有什么储蓄险啊，你有现金流也可以去买，但我就觉得不划算。然后买保险也不要花太多的钱，如果你是普通打工的，我的理解大概就花你收入的1/10就足够了。而如果你跟我一样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那么你买多少也是没有关系的，就算你买理财产品也没有关系，闲钱嘛。我在网上看见李嘉诚说了一句话，我90%的时间都在思考风险的失败，这是我成功而且一直富有的主要原因。财富是会花完的，
现在的富裕并不能保证子孙代代的富裕，我会为每一个出生的子孙买1个亿的保险，这样既可以防止他们乱花，又能够让他一出生就是亿万富翁了，而且每一年都有足够的资产。我觉得不是他说的吧？我是他的话，就直接买保险公司就好了，对吧？而我再强调一点，你第一次买保险，难免会交学费，这学费的钱呢，你得准备好，很正常，我也交了。但你不能因为交了学费，就说保险是骗局，然后就讨厌保险。记着，一个不会对冲风险的人呢，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人。所有的错误都是正确的，因为错误就是来成就你的，让你长教训的，让你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的。记着，要跟你的保险 agents 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你是他的客户，他应该要服务你，但当你出事了之后，他能不能够帮上你的忙，除了取决于他的能力以外，还有你平时对他的态度。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